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안녕하세요。又回到熟悉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这个节目组他们聚餐一下，然后有一些好消息要跟我讲。我说，既然都这样子说了，那一定要到的吧，对不对？这个不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有看到你旁边的麦克风吧？有。你的搭档。而且我现在是背对着。没错。对。这个真的是。啊，没有啦。我刚刚就没有看到，我再等一下吗？哦。他跟你一样，他喜欢做外地节目主持人，这也是他的愿望之一。有 match 到。对，没找来。那目前讲这样，你有知道什么？没有，完全没有。我要转身了吗？听声音。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请坐。你好。你好。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 YouTuber Mile。我很喜欢介绍台湾和韩国文化交流，所以我的频道已经累积22万的订阅。我有满满的创意 idea， 也是第一个在 YT 拍摄歹头背着旅游台湾的企划。影片已经有250多万次的观看，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我的中文都是我自己学的，被酷邀请参加中文怪物，成为韩国代表，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哦。2025年音乐台韩间的牛肉面交流计划入围左中奖，相信这次和龙龙搭档有米磊在，绝对会认识最不一样的韩国哦。第一次跟女生搭档。所以我刚很紧张，有点像那个相亲的感觉。他嘴角笑得现在好开心哦，嘴角笑。因为都要结婚了，没有这种机会，我觉得有点这个。这个是我今年做的啤酒，这是我比较黑一点，然后这是我们。这也太黑了吧！这是我们第1季有去那个土耳其，然后这个是我的未婚妻，她是做消防员嘛，所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啤酒，然后2个不同的口味送给你。哇，眼睛笑着，你有看到？对，刚好这是我的礼物，就是手提杯。它上面有那个食谱的，就是你可以按照比例照着它。5比5，就是这里在哪里？这里。这是哪里？我是谁？我是哪？所以你想要5比5？黄金比例3比7。我们的韩国之行大成功！耶！对，我在想要转到多少。龙龙，没礼貌。这次韩国啊，要从釜山到首尔自驾。对。我没有在韩国开过车如果能在台湾开车，就在韩国很放那个很就容易， OK 了。很容易。那我就放心了。韩国是右驾还是左驾？有。哦有。等一下，问对了吧？你看。问对。又来，忘记了。完蛋了。我们根据那个 Mile 的提供，你知道现在年轻人都去哪里吗？你知道 Canter's Day？ 好，真的假的？真的啊。又要剪头发了吗？
对啊，也理光头。对，这次直接理平头这样子。我又住过，你有住过？然后那边那你头发留蛮快的嘛。各位观众，自由的旅行者全新一季开跑啦！这次我们把目标放在了韩国，第一个考验就是从釜山到首尔挑战自驾，穿过海港、山线到城市，就像韩国版的公路电影。因为喜欢旅行，我和米磊跨国搭档，走进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让自由的旅行者不只是旅行，也一起从米磊的视角认识最 local 的韩国。更意想不到的是，还有 Temple Stay， 从自由的速度进到心灵的旅程。我想这就是旅行好玩的地方，你永远猜不到下个转弯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你。总算是到釜山了。这里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来的地方，釜山。釜山？对，我第一次来，我之前都去首尔而已。那我们今天从这个釜山开始。因为我们是自驾嘛。对，我们这次要开车。对，所以我已经订好了。啊，你订好了？你在哪边订的？就是乐天。因为我之前在济州岛有开过车，然后也是在乐天订。哎呦，厉害哦！那我们从这个国际机场要怎么去租车的地方啊？这里是国际机场，然后就国内。那边前面那边往那边走就好。往右手边走就会到了。而且你发现我手上这个东西，这其实是我们这次的网路啦，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订车，不管是你在查资料或地图，都是还是需要 eSIM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设定一下，我们才能看一下我们租车的一些东西。对，你一定要设定。行，那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好，这边嘛，对不对？对啊。来。안녕하세요. 어떻게 됐을까요? 저 렌트카 빌렸는데 네, 예약했는데 어떻게 할까요? 잠시만요. 그러면 바로 면허증만 주시겠어요? 면허증. 有国际驾照。这里国际驾照。我的要护照嘛。讲到这个国际驾照，其实我刚去查了一下，以前在3年前之前，我们台湾人来到这里是没办法开车的。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才可以拿着国际驾照来这边开车，然后两边这样子互相通行。对，以前是完全没办法，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大部分人都是自由行的话，就是比如说搭公车，还有搭轻轨，或者是你跟团，然后很多地方其实你还是开车比较方便。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用自驾的方式来带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这样真的轻松多了，因为真的釜山啊、济州岛啊，我觉得一定要开车。We are the #1 company in the Korea. Okay. So the foreigners use safely. Nice. So and we have a maintenance team.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car condition. Okay. Our insurance is full insurance. Okay.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car scratch or accident. All the repair fee covered our company.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customer. Okay. 在韩国租车比想象中的还要简单，用护照、国际驾照再加上线上预约就能轻松搞定。而且最重要的是，租车是包全险哦。对我这种外国人来说，完全就是安全感爆棚啊！不怕刮到、碰到，让自驾瞬间轻松了100倍。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车子了吧？不是吧？旁边的那个吧？我们都很好，这台很赞哎！感谢阿良哥，升等，这可以耶！而且感觉出来就是新车。 여러분께 약간 이 차량이고요. 네. 요거는 저희가 외국인 분들께 붙여드릴 스티커인데요. 外国人开车中有这个东西，基本上大家就会离得我远远的。它贴在他的那个挡风玻璃上面。让我真的假的？对，谢谢让我。好酷哦！台湾好像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台湾非常需要。你可以哦。可以啊，因为现在第一天嘛，所以行李比较轻一点。但是你拿到一个是最重的，这个是我的。哇 ！OK。好了，那我们要准备出发啦。出发啦！没有雪。反正走错会有人告诉我们。真的走错了。走错了。哇，这边很小等一下。好吧，真的走错了。哇，我真的耶。怎么这样？对，他怎么没有写？马上吃素了。对。吃而且这边很小。
我知道，我去前面那个转。所以哦，一开始就一个错误的，然后考汽车驾照的感觉。这真的很小。过不了。不行，我觉得不行。对，这个太小了。可以推到。好，我要倒车倒回去。靠你的实力。对哦 ，OK 的。哦，还好了，这里都有画面。等一下我又不行。太长了。还好不是我开。我有点怕了，我救命！我要回家了。哇，这个已经是我在考驾照以前才会极限才会有的那个 S 型的那个，你知道吗？什么？这到底是出口在哪里？我连出口都不知道在哪里。没有写，韩文都写很小，会不会写很大？好，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了。哦，看到出口了。哇！哪里？前面太小了。好，完成第一个关卡，我们离开了停车场。莫急莫慌莫害怕，只是小插曲，不用在意。毕竟我们这次可是有重大任务等着我们。除了以釜山为起点，首尔为终点，全程自驾之外，更会走遍韩国7个道、2个广域市跟1个特别市，用最深入和最道地的方式来认识韩国。我到现在哦，已经开这台车，我还没有概念说从釜山到首尔到底多长、多远。你现在帮我查一下，如果直接切西瓜到首尔的话，大概几公里好了？我来猜一下，900。太超过了，哎，减一点，750。再减一点，500。再减一点点，450。400。再减一点点，大概300多。419。那跟那就是从台北开到垦丁的概念，那应该是直线距离。可是因为我们还会去很多地方，所以里程数可能会超过800，我在猜。可是我在釜山有一点不敢开，为什么？因为釜山的脾气，对啊，你说釜山人的脾气比较大吗？比较大。对啊，我们不要说凶，我们说大。对。大。可是他们是那种人情，是大方，就是很像台湾南部嘛的那种，更热情，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不一样吗？因为台湾的南部都很贴心啊，这也是很凶的贴心。什么啦？你说什么啦？这样子。好啦，这样。因为他要帮忙，所以就是叫你赶快说。哦。如果来到釜山，你以为只有海鲜、生鱼片，那就太可惜啦。米莱告诉我，真正让在地人黯然销魂的，其实是这一个味道。米磊，是不是这里啊？对，这是釜山一定要吃的。对，因为我觉得里面很热闹，很多人在里面。这个很特别吧？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外地人会看不懂。对，因为这边是完全没有英文跟中文的，满满的韩文。其实它这边系统很特别，就是我之前有来过，所以我有老点。老点。你懂老点是什么意思吗？你不要乱讲哦。就是常常来的，对，常客的概念，常客的概念嘛。那我们进去找你的老点，走。对，如果你没有老点的话，阿姨会引导你。等一下，我觉得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号码。那我们的老点是几号？8号。8号吗？对。好，那我们先来找8号。对，幸运的号码。对，来。这个我觉得在釜山才看到的，釜山才有。对，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就是这边呢。好，那我们找地方坐吧。好。等一下。哇，完全不一样了。哇，这个画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套餐，它是哪一个？是모든综合的，综合的第二个综合盐巴，所以是39,000块韩元，大概300多公克，我这应该会吃得非常饱。你有吃过吗？我真的没有吃过，怎么可能？在台湾我们在吃这个内脏，基本上都是下水煮汤我们很少会直接拿来这样搞。哇，你看那个여기이거는뭐예요？
염통, 소심장, 心讲， 심장, 心脏 심장. OK， 这我听得懂。 오, 이거. 哇，而且 요거는 소위, 위, 왜? 胃，牛胃， 왜? 양이라고 해요. 양, 아, 양. 叫做羊， 样 양. 不是羊胃。啊，所以牛胃叫做样，而且这边它是用炭火去烤，对啊，对这个才是传统的方式，你知最道吗传统的方式。对，而且我们刚刚走进来，发现这边大概有到10几号，对它两边，因为那边另外一种不同的烤法。哇，就是小肠跟大肠。哦，小肠大肠一起。对。哦，这是我最喜欢的烤法，阿姨帮我烤。对啊，我们就是聊天就好了。因为其实这个视觉上面其实蛮震撼的，你看两边这样做个差别就知道了。其实这个烤大肠是要有技术才可以好吃。对啊，我之前有自己家里有烤过，对完全不一样。哦，可以吃了。你是不是太饿了？你看，哎，我很喜欢它这个酱，它这个酱带点酸，但是很香。然后它这个酸味，因为我自己是本身喜欢吃酸的，对，然后它不会让你整个这个牛筋它会有那个腥味，对，它大概是我觉得7、8分熟吧，它这个什么色泽。 염통은 살짝 익혀서 먹어야지 소고기처럼 맛있어요. 不可以太熟，不可以太熟，老板娘懂我。就是像那种牛肉一样。回到韩国了。好好吃。这个很赞，我觉得加菜，我现在最喜欢这个加生菜，是蛮大块的耶，因为其他的家都是小的。 여기는 언제부터 영업한 거예요? 여기가 생긴 지는 1950년도. 70년? 70년? 70年了已经，这里。你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已经70年了，와. 그럼 그때부터 여기 팔호가 있던 거예요? 아니요, 여기가 점포가 그때는 더 많았어요. 지금은 11집이 있는데 그때는 16집 정도가 있었어요. 엄청 좁게. 예, 맞아요. 이렇게 앉는 게 아니고 연탄을 놓고 앉아서 이렇게 구워 먹듯이. 啊，以前我现在是11家，以前是更18家，然后都是18家这样炖着烤。哦，蹲着烤，对，好可爱。而我发现其实旁边每一桌他们都会配点啤酒啊或烧酒一起这样，油腻嘛，然后来点啤酒去油解腻这样。哎，这我们的那个牛胃好了，这看起来有一个鸡肉。怎么可能？吃下去，如果不说，你会有种在吃，你看是不是有种在吃那种鱿鱼的感觉？因为它很 Q 弹。就是这个味道啦。哎，这个很可以，这我喜欢，就是一个脆脆的感觉，很脆，然后很 Q 的感觉。我觉得完全没有腥味耶。 그래 찍어서. 老板娘直接帮我服务。哦，哇，啊，这是一个吃法。我觉得是不是你，因为你是帅哥才会这样服务？ 맛이 어떻다고 해요? 맛있대요, 너무 맛있대요. 刚结婚， 맞아요. 然后我们结婚了吗？我刚结婚。 인상 너무 좋고 귀엽게 생겼어요. 여자들이 좋아할 스타일. 但是你长得很可爱，所以女生会喜欢。 여자들이 좋아할 스타일이고. 그죠? 결혼했어요, 근데. 네. 아 진짜? 와. 결혼했어요. 5일인가? 오. 장가 갔어요. 너무 어려 보이는데. 哎，那个老板娘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哦。 저는 진짜 한국 나이로 한 28? 아, 28. 他以为你是28岁而已。 와. 再提2份。 대박. 8号。 와. 그래 나이가 많아요? 몇 살이에요? 每次让我一次拍一支8号这样。告诉你几岁？ 32。是啊，台湾的年纪吧？对，32。因为韩国的年纪不一样。你是1993。33。 와. 34哦。 33。好像33。 진짜 그래 안 보여요. 오, 为什么？ 와. 哎，我有一点，
你吃素了？这就是我的老点哎，都没有照顾我，老板都没有照顾我。百花烤肠对釜山人来说不只是小吃，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早期釜山捕鱼业和加工业兴盛，工人需要快速、便宜又能补充体力的料理，于是就把牛肠、猪肠加上蒜盐、胡椒，简单的烧烤就成了烤肠的初版。慢慢的从路边摊到排队老店，这一盘盘热油喷香的美味，就是釜山早期到现在最生活的日常。 참기름에 소금에 약간 이거를 소스를 달라고 하면 언제든지 드려요. 아, 他说你想要都会直接给你。好，我们来试试看。直接이렇게 오케이. 好像蒜跟芝麻油。对，然后这个是小肠， 이게 这个要 곱창이라고 先 얘기해요. 炸过以 곱창. 后再烤。对啊，这个烤法很特别。这个就比较有韧性，非常的有嚼劲儿，这个感觉不错。 이게 제일 사람들이 고소하다고 하는 대창이에요, 대창. 이거 아마 자 손님 먼저 드셔보세요. 자 여기 말고 진짜 고소해요. 한국 사람들도 되게 좋아해요. 한 입에 한 입에. 这个是你要用吸的，它的油脂非常丰富。我就是没有煮哎。黑吧？ 싹 먹죠. 它就吸走了，就没了。 대창. 你刚才吃那个烤肠的时候，其实老板娘其实有提到，她说，这个一开始其实是渔夫在吃的，对，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在海上生活嘛，吃鱼吃腻了，真的意外。对我刚刚讲会吃腻哇，然后上岸以后呢，又想要吃点别的，但是赚的钱不多，吃牛肉的话吃不起，所以就只能吃牛的内脏。 好，所以才会有这个文化。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发现它从1950年代到现在已经70几年了。好，这是从以前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文化啦。对，我们能体验到，其实这个味道真的是，难怪那些渔夫们会爱上这道料理，真的好吃，又很饱。对啊，对，有一点懂为什么要吃这个。明天就可以再开始了。对，明天可以开始开工了。 浓厚的烤肠滋味还来不及散去，我们就得先去安顿好落脚处。而且我们要住的民宿超级令人期待，据说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回到过去的感觉。好，因为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在釜山住宿的地方，因为你负责租车嘛，对不对？那我就来负责饭店部分。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街区哦，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就是这一栋。你看，它是一个红砖墙，它有点像是西化的一个感觉，对不对？这个就要回溯到大概19世纪，这个是一个开化时代，韩国开化时代的一个一个建筑物。这个开化时代其实跟那个日本明治维新有点像，从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模式呢，后来变成一个仿照西方文化的感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灯？这个灯其实就很像我们去伦敦有没有看到那种有就贝克街那种感觉，就是像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灯。哇塞！这跟外面是世外桃源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啊！而且他还有帮我铺这个红地毯上去，然后挂了一些名画。我跟你说，米蕾，我认得这一幅画，这个叫惠斯勒的母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是在豆豆先生的电影里面有出现过，他就把他眼睛乱涂就对了，所以我对这个蛮熟悉。但这些都是19世纪末期的一些画。就你看见这个扶手，这个。复刻当时19世纪末期的感觉，这很像韩国的家一样，对，都是用密码，这很方便。来看一下里面的陈设是长什么样子。哇，这里面也是绿色，还有全部都是绿色的。我不敢相信在这里睡。对啊，而且有个很酷的东西，你们看到，真的有黑胶。这可以用的吗？可以，这个很简单，它就按 Start， 然后全自动的。也是爵士乐的感觉更有感觉了。对，
得不说，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像穿越到了19世纪的韩国。建筑风格、老式家具、复古的灯饰，每个角落都藏着那段开化时期的故事，将历史完美诠释在旅途当中。我们现在看完了房间，来带大家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点密室的感觉。这是哪里？对，这边像一个迷宫，就是小小的，但这个门要推开，然后就会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老板娘也是很漂亮。근데 저는 완전 궁금한 게 이런 개화기식으로 지은 이유가 있어요? 이 건물이 원래 국제적 여관이었는데 2년 넘게 그냥 문을 닫고 있었어요. 완전히 장사를 안 하던 되게 낡은 여관이었거든요. 그럼 전 궁금한 게 개화기식으로 지은 이유가 있어요? 그 혹시 미스터 선샤인이라고 드라마시죠? 약간 그 글로리 호텔 같은 딱 그런 느낌을 너무 주고 싶고 약간 좀 일반적이지 않고 조금 특색 있는 거를 하고 싶어가지고 오히려 아주 옛날로 가야겠다. 약간 이렇게 컨셉을 잡았어요. 네. 미스터 선샤인 한주. 可是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韩国年轻人喜欢这个开花之风。 재즈 공연도 할 수 있게 이렇게 할 거고. 네. 옷도 입을 수 있는 건가요? 네, 의상은 저희 투숙객들한테 무료로 의상 체험할 수 있게 하고 있습니다. 可以体验呢。你说你吧，应该不是我吧？应该不是我。 남성분들은 이렇게 모자도 있고요. 不是啦。这个哎，蛮不错的这个。哇，这是什么地方？世外桃源的世外桃源呢？哇，这是什么地方？世外桃源的世外桃源呢？有温水呢。 선생님 여기 어떤 공간인가요? 네, 여기는 저희가 객실이 좀 작아서 조금 더 스페셜하게 이렇게 자쿠지를 만들어봤습니다. 그래서 투숙객들이 예약을 하고 이용을 하실 수가 있고요. 이제 프라이빗하게 두 분만 이렇게 같이 이렇게 이용을 하시면 돼요. 哇塞，老板娘也太用心了吧！不但空间设计的贴心舒适，还能换上开化风格的洋装与配件，在这里住上一晚，就像进入韩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个现场。你看，我们刚刚坐在外面，然后瞬间穿越到这个开化时代，我们衣服都不一样了。我好像要这样动作。对，没错，要这样子。那个挖塔。哦，就是一个送报小童的一个 style 哦，但是因为我没有穿长裤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送报纸这样子。哦，小朋友拿着那帽子，那个报纸有没有这样到处发？到处发。那你的装扮嘞，就是贵妇，对，一个贵妇的感觉。我的小弟。哎，我觉得你还蛮真的吗？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对啊。真的吗？真的。我真的没有穿过这种风格。真的假的？但是有在韩剧上 IU 之前。IU。对吧？哎，台湾 IU 可以吗？自己说可以，没问题，这可以。可以玩这种角色扮演 cosplay，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会让你更融入到当时这个环境，它这个历史文化氛围的感觉。这太棒了！对啊，然后坐在这边喝茶，而且刚老板娘有说，这个灯，这个水晶灯，我们看到环境每一个灯都是从法国巴黎运回来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历史的东西哦。热爱开化时期风格的老板娘，更是不定期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希望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旅人更能了解并喜爱这样的文化。可惜我们今晚无法久留，因为明天凌晨还有一个重头戏在等着我们参与。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早出发的一次，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时间2点22分，还好我有睡满4个小时。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米蕾的感觉，因为他应该是更崩溃的人，他是一个比较晚睡的人。他说如果不到时间的话，他会睡不着。早安。哀嚎有没有？先从哀嚎开始。还在梦里。还在梦。对。在拍吗？真的会拍。没有，只问你有什么感觉啊？其实我们今天要去你爸爸的故乡嘛，统营，对不对？好，因为统营的牡蛎算是整个韩国最有名的。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上车，让米蕾好好的休息一下。好，我们等一下直接见真章。好，走。我说什么？有点那种阿姨感。哎呀。哦，没有。哎，现在去我爸爸的故乡。统营呢？啊，对耶！啊，对。新的。啊，
对，妈妈头慌了，真的。对，其实通灵真的，我一年一次，以前一两次就一起去玩，然后那里东西很好吃，已经写。但那个脑袋有点等一下再说明了。不好使，翻转不过来。铜这边呢，算是在整个当时朝鲜海军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就是这个是100块韩元，它韩元上面背面这个人呢，就是李舜臣将军。李舜臣将军跟这个统一氏他们的关系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连结很深厚了。哦，他基本上就是整个韩国最重要的国民英雄，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在16世纪的时候，这个朝鲜哦，当时还叫朝鲜，它就会亡国，因为日本人一直进攻这边，甚至在釜山，他们还有日本人的海军基地。哦，他们其实前后打了大概40-50日的战争。哦，跟你说，李舜臣将军带领这个朝鲜海军呢，是一次都没有输过。5点整要准备上船，我们现在就等那个船长准备好。其实它是要咬一咬，它这里写。你吃过膜？太大颗，你咬一咬再吃下去。哇，真的出来哦！太夸张了，我没有想过我人生中会体验这种东西。 안녕하세요. 저 이거 대만에서 받아 갖고 왔는데 안에 둘까요? 哇，这个船长很 chill 哦。哇哦！希望今天拍摄顺利了，一切顺利的，我只能这样说。他就是很亲切啦。对，好，上船就知道了。我很懂这边的人的个性，因为我爸爸跟亲戚们都是很安静。 然后家里完全不讲话，就是一个真的非常大男人。然后吃饭也是男生女生要割开，不可以一起吃。然后家里就是很少听到爸爸的说话的声音。船长啊，老板，就是同龄人就觉得哇，你像我爸，表情也是很单调。可是其实他心里人很好。厉害哦，谢谢。 小心小心！哎，是哪一艘？这艘还知道？这边船长上那艘应该是那艘。哇，这个真的有嗨哦！哇，好紧张哦。OK。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啊？没有哎，就按照船长的指示吧。好。对。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爸的故乡，小时候就常常来这边。就是我的阿公，本来是住北韩那边，韩战前，韩战的时候就自己下来到铜陵，而且加上铜陵是牡蛎最有名的地方，就觉得这是我的血统。其实我之前来的时候都是小时候来，没有坐过那种抓鱼的船。 可是这边的海，我觉得浪没有很大，就是很和平，就是很疗愈。我觉得铜陵对我来说真的很疗愈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了，大概开了足足有1个小时。我刚刚在里面又睡了一下。哇，好多！哦，太精彩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拍摄有个最高的宗旨，就是不要挡路。 不要挡到船长的路。对，他们要工作。没错。然后这边是开船，再加一个浮台，其实这个是海上的工厂。没错。牡蛎工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等一下这个牡蛎呢，就会在那边坐电梯，然后这样筛选过上去以后，抛到后面。它其实已经有系统哎。对，它这个系统是我在台湾完全没有看过。开始了，开始了。哦，来了。哇！ 超多哎！你可以看到
画这样子一根绳子，它绑在那个浮球上面，然后放在水里面，它就可以长出这么多的牡蛎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机器人，看它把它割掉，这样就好，把绳子收起来，然后之后呢再绑绳子，它就会再有一大堆新的牡蛎。而且我刚刚发现啊，他们这边是从海里面拉上来的，所以它的杂质会比较多一点。但过了这个机器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后面会比较干净，它把上面的我们刚看到那些脏东西把它刷洗掉，而且采用一个半自动的方式，有点像滚筒，看它里面是滚筒。好了，我现在找到一个刚刷洗过的，你看，这个比较干净一点，这差别就出来了，有没有？完全不一样。对啊，你看这个脏脏的全部对啊，这样了，处理掉了哇！这些海藻把它汰换掉，这设计的蛮硬的。要说到统营的生蚝之所以特别，主要是因为面向温暖的南海，海湾多且潮流稳定，海水盐度又适中，为生蚝提供了丰富且足够的养分。哇，超级大！哇，里面满满的牡蛎。대박! 선생님 이거 혹시 먹어도 되는 거예요? 와 정말요? 他们可以吃哎。와 사요 빨리吃. 와 감사합니다. 한발. 说实话，超咸，对不对？很咸。可是我没有腥味，没有腥味，它只是海水的咸味。但是是真的很新鲜，对。我没吃过这么新鲜的牡蛎。我没有感受到它的口感，因为它直接滑进去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统一的生蚝产量占了全韩国的80%，而韩国生蚝出口排名则是世界上第3，总价值达到了1亿美元的量级，也难怪一踏进统一，处处可见成吨的牡蛎山啊！哇！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牡蛎山？就是我们早上把它弄回来的。1、2、3就是1、2、3，好，1、2、3，好1、2、3。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多牡蛎放在我的眼前。你有开过吗？我没有开过，完全没有。我有开过，我等一下来教你。如果说这边有眼睛，有眼睛，割掉眼睛之后，你被打开了，就是用这个刀子进去，然后这样转开。可是我找不到那个眼睛啊。有些真的是很难找，这时候你就再换一个，装就。原来是这样子。你的秘诀。来了，你看，开了以后它有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连接处。我们要把它割断，割断以后就可以拿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到我们的露娜的盆子里面。整个环境大概有30-40位露娜，然后我刚看一下，每3秒可以弄出一个。지금은 대략 몇 킬로? 지금은 그래도 불이 좋으면 80kg까지니까요. 他说1公斤可以赚到韩币3000，就是鹅好的话，它1天80公斤，对，可以。哇，1天80公斤等于是24万韩元，哇，好厉害！ 제 거 찍어줘요. 네. 오 저한테? 称重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名牌，很重要，因为这才算得到你的 일단 이렇게. 네, 이렇게요. 就是累积卡。的业绩卡。对，累积卡。对。해서. 오요. 完蛋了。分掉。哇！我呀！快点！啊！真的！姐姐们的手速也太惊人了，短时间内就可以移平眼前这座牡蛎山，让人见识到什么叫做隔行如隔山。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海线，就是云林那边的口湖乡，所以对这个开牡蛎其实还蛮熟悉的。这些阿姨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亲切，很怕干扰到他们。他们就是用时间，然后来
算他们1公斤1公斤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跟他聊天，他可能会动作慢，他就会少赚一点钱，所以其实压力蛮大。但还有他们给我们的非常的亲切的一个不管是教我们怎么去开这个牡蛎，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叫我们吃多一点，甚至我们这样开一开，他还喂我们吃糖果，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让我对这个统营这个城市好感度增加非常非常多。哇，我们辛苦了一整个早上，现在总算可以来吃个牡蛎大餐了。就是有点像牡蛎沙拉的概念。哦，因为牡蛎是很软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很清脆的这个萝卜丝或者是水梨丝，它2种口感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会让你有更多的乐趣在你的嘴巴里面。1、2、3。有没有那个小当家的感觉？好精彩哦！哇，那超大颗的！哇，真的大！哇！哦，刚刚那个来，技术来了，各位观众，来，这个给你啊，我来看看。对，来，各位观众。平时这样子哎，他掉了！哦，你把我的手套拿走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把我的手套拿走了。哎，괜찮아요。太想吃了，干杯！谢谢。这个汤汁，哇，够鲜。烫！好。超烫的，小心哦。这样。这个好新鲜哦。这就煮饭吗？对，它特别的是，它是一锅一锅煮的。干干的，好多道具哦。来把饭这样子盛到空碗来，然后我们再把煮饭里面的料盛出来当中啊，这里面的锅底的部分、锅巴的部分，不要全部都盛光光，要留一点。那这边呢有他们熬好的锅巴汤，就锅巴水。然后再加到这里面来，盖到你的饭，然后再把它盖起来。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这个，自己调一下味吼。吃多咸自己每个人不一样。那为什么这个锅巴汤他们会喜欢把它放在饭后吃？可以让你整个嘴巴、口腔里面的辣椒粉也好，还有蒜味也好，可以让它比较没有那么多口腔那么重的味道。那喝它的时候呢，其实年轻人会比较不喜欢留太多饭，因为留太多饭，他们就感觉很像在喝粥一样。你知道韩国人不轻易喝粥的吗？啊，真的假的？韩国人觉得喝粥好像就是生病的人才喝粥，生病才喝粥，因为你胃口不好啊，对耶，啥都吃不下啊。不过这锅巴汤我还真没喝过，来体验一下。温开水，那这样子我能理解那个反差就出来，因为它这次是很淡，就是有点温开水。没想到这趟韩国行旅程一开始就惊喜不断，差点困在停车场的惊魂小插曲，还好有美味到不行的烤肠加以慰藉，更有机会穿越时空，住进满满开化时期氛围的民宿。最后在南部热情大哥大姐的协助之下，能够好好了解韩国最大生蚝的故乡统营的故事。想更深入认识韩国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一起加入自由的旅行者，跟着我们韩国走透透吧。韩国可以吗你？不太行。可以的，你可以教他。 안녕하세요. 이름이 뭐예요? 네, 자봉아. 야, 자봉아. 用韩文讲太好吃会怎么样？ 대박. 是哦，疯了，明星。明星。我好像谁哦？明星。这样要这样子吗？早上的。哦，这是韩式宝贝啊。对，宝贝的概念。我之前工厂打工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在工厂打工过？对啊，也是这样当学生的时候。好可爱的感觉。就最喜欢的吃饭的时间。就是一些泡菜啊，然后有火腿，简单的东西，然后黑豆。没想到开3颗牡蛎，然后吃饭。你开3颗，我应该有开10颗哦。我应该有开10颗哦。应该是，因为你之前有开过啊。对，我之前有开过。比较强。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YT 网络版有英文字幕哦，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